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吴越老师，大家好。另外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不仲老师，很高兴来到这里。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原定是在3月底4月初要进行的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高峰会也就是川习会，但是因为伊朗的战事而延期了。美国白宫呢，最近这几天就在这个礼拜又丢出了一个新的时间，2个日期那么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表示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会在5月14号到15号这2天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会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之后也会回访华府。那么李威特也进一步表示，到时候呢，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和川普会在华府做东，接待习近平主席跟彭丽媛夫人的回访。这个日期呢，究竟会在何时会在今年稍晚再对外进一步公布。不过，在中美元首会登场之前，其实呢，双方在经贸上这个较劲，台面下真的可以说是暗潮汹涌。大陆商务部在27号宣布正式启动2项针对美国贸易行为的调查，矛头就是指向美方所启动的301条款，阻碍中国大陆商品进入到美国市场的行为。所以呢，也分别就美国破坏全球产业供应链相关的做法跟措施，以及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的相关做法还有措施要进行调查。我先请教吴越老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现在美国又丢出一个日期，3月14号、15号这2天，因为上一次本来说是在3月底4月初川习会，因为伊朗的关系所以延迟了，这一次不会再跳票了吧？理论上应该不会再跳票，除非只有2个问题出现。第一个问题，伊朗的问题没办法掌控，而且失控了，那这个问题就不是美国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当然北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嘛。如果在会晤之前，美国针对台湾又宣布比上一次去年更大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售，那显然在这个议题上双方的氛围就不好嘛。所以压在3月14号这一天5月14对不起，5月14号，5月14号的这一天。压在这个日期之前，表示说伊朗的战事必须在这之前结束。理论上是有可能，因为如果到5月14号的话，伊朗战事还在失控当中来讲话，那这不仅对美国来讲话，对全世界经济都是一个重大的灾难跟考验的。对，所以理论上应该是那时候应该可以结束的。那老师怎么看北京在这个时候突然去启动了这个对美方301调查这个反制作为，寄出了这2项调查？应该这样来看，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美国不仅只对北京，美国也对包括台湾在内的16个国家都有调查的。那我要先说这个缘由是这样子，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宣判的川普的对等关税是违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的嘛。你看 Polymarket 70%都认为说一定会被判违宪的嘛。是，可是我们也讲过的嘛，那川普早已经做好备份方案了嘛，就是我们讲 Plan B 嘛。所以，因此，美国方面他在对等关税被判违宪之后，他就立刻启动了122条款。那122条款还是用原来对等关税那10%。但是美国不会以此为满足的嘛，因为122条款，第一个，它有150天的时间；第二个，它不需要经过商务部，更不需要贸易谈判代表署的调查，立即可以适用的。所以因此，美国方面我们早就讲过，他会利用这个122条款的150天的时间，同时启动301或者进行232条款的。早在意料当中。对，那这301的调查来讲的话，是必须要经过贸易谈判代表署这样一个调查的这样一个程序过程当中嘛。这第一个，首先它必须要所经过调查的程序启动程序。第二个，它的时间一次可以到4年，必要时可以再延长。第三个，它的关税是没有上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因此川普早就其实在122条款的时候，就准备用5个月的时间来让301能够符合他原来关税基本的需求嘛。对，那这个当中来讲，当然一定会涉及到的中国大陆嘛。可是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咽得下这一口气？中方回敬反制美方，中方当然就会，美方就是用产能过剩以及不能禁止所谓的强迫劳动人口嘛。那
中方当然就会什么，就会启动包括他所讲的嘛。第一个，美国你对供应链这样一个全世界的阻碍嘛；第二个，你对有关于绿色商品贸易这样一个所谓的伤害嘛。那中国的调查也是一样嘛，也是6个月左右时间嘛，不要说3个月嘛。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其实中方的策略就是用以战来止战。当去年美国实行对等关税，各国没有采取相适应报复措施，只有中国采取一个相适应报复措施，怎么可能面对这一次的301的这样一个调查，中国不采取所谓相适应的反制措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301调查的反制措施完全在预期之内。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说，因为美国是3月13号到3月14号，就是我们台北的时间呐。那当然，美国的时间大概3月11、12嘛。那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美国已经宣布的时候，当何立峰跟贝森特在巴黎会谈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这个问题的。第二个，3月26号，你看在喀麦隆 WTO 的部长级会议。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格里有谈这个问题的。那双方交涉是27号，商务部当然就宣布了嘛。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以战来止战的方式嘛。双方不希望在关税问题上进一步所谓的横生波澜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样一个做法，并不代表说美中的谈判就是策略。就是破裂的，因为美中其实在很多议题上，双方都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克制，对，包括美国对于包括中国高科技商品的这样一个所谓管制的措施，包括美国的所谓战争部不再视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对手跟威胁，包括甚至什么，甚至美国原来想要出售台湾的140亿的这样一个爱国者会弹在内的庞大武器军售。也因此而顺延，包括什么？包括川普骂尽了所有的盟邦，骂尽了北约所有盟邦，骂尽了自己的远亲跟近邻，包括所谓加拿大，他就是唯独不骂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而且还一再的所谓称许他跟鼓动他。所以美方我们不要只看到说，好像只有所谓的301两项301跟2项的报复措施，而没有看到说其他的问题双方都在进行沟通对话。所以我们最后只要看一个指标就好了。当贝森特跟何立峰已经进行了有关于关税、贸易，乃至于包括我们看到的科技的管制、跟稀土供应链、跟采购问题进行商谈之后，下一个阶段只要看什么？就看大陆的外办主任兼外长王毅，什么时候跟美国的国务卿兼国安顾问就是 Rubio 进行对话，或者通话嘛？因为我们其实是看嘛。这最高领导人的见面一定是2个 level 的，一个是经贸的议题，一个是外交安全战略的问题嘛。所以就算去年的10月31号的川习会，大家不要只看所谓的何立峰跟贝森特在东南亚会谈，并没有看到什么10月27号王毅还是要跟卢比欧先进行通话。双方在31号才会对话。对2国元首之前，赶快先把所有的事情先安排好。外交安全战略跟经贸议题，它同时要处理的嘛，不可能是当所谓2个人面对面才在谈问题嘛，那不可能的问题。对，老师刚才也讲到说，经贸上一切的过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啊，我真的是高来高去啊，但是就是像一个 SOP 一样哈。那么以战止战，这是重点。北京的反击当然不限于商务部而已啊，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就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啊，长和集团他们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在这个礼拜呢发表了一个最新声明，指出他们会扩大对巴拿马政府提出的国际仲裁索取赔偿，那相关的索赔金额目前已经提升到超过了20亿美元。这份声明当中呢，并且指称巴拿马政府一方面持续在当地采取行动，针对巴拿马港口公司，可是另一方面呢，却仍然没有在国际仲裁的程序里面提交他们第一次的答辩内容。那另一方面呢，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啊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大陆正在以身为港口国监督是可以的作为理由，那么大举扣押了停靠在中国大陆所这个运营的港口在这个港口的巴拿马籍的船舶，这些已经远超乎以往的常态。好，现在感觉上就形成了是美方、中方、巴拿马3方都不满的一个3输局面但怎么观察这整件事情发展至此的一个这个状况呢？庄老师。首先我要肯定制作单位，因为他用了一个正确字眼叫接管。那我们国内的媒体包含名嘴评论都用没收，有好几用没收就太浮夸了因为没收是等于充公，1毛钱不给，可是接管是等于是强制转移。然后还是要给他经济金钱的补偿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错误的解读，比如说中国失去了对巴拿马运河控制权，也不是这样，是这个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2端的这个
港口经营权，也就是所谓的港埠物流的一个节点。对，第三个错误就是说，认为啊，这个长和集团是代表中国政府。当然，长和集团是香港挂牌的公司，一定是有中国官方的角色。但先不要说它是国营企业了，它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也是有限的。马上画上等号也不对。第四个呢，国内评论认为这是一夜发生的，突然之间就发生这个变故了。事实上，如果你有在关心这个议题的话呢，已经1年多都有类似的新闻了。今天才把它具体的裁片化。但最后一点呢，国内很多评论认为是老美搞鬼。那严格来讲呢，美国有一定的角色，也施加一定的压力给巴拿马。但坦白讲，巴拿马自己的宪法法令也判定了，这个原本的合约是违宪的哈。那这个第一个过程不透明，第二个巴拿马损失了税收，所以说这个也是巴拿马终究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有这个意愿才会造成才有办法这样一个结果。那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标题下的很有趣，美中巴三输，对美国来讲，表面上它的目的得逞了。然后呢，因为中南美洲本来就很强的反美浪潮，这个反而让它形象更黑，反美浪潮又更上一层楼。那就中国方面来讲呢，好像失去了港口的经营权，但事实上呢，它原本的这个商业布局也被妖魔化，未来对中国政府经营中南美洲是有不利的。当然，我们就巴拿马政府来看呢，两大之间难为小啊，你非得选边站就会得罪两方。那目前为止呢，这个原本它的商业布局也变政治化了，所以我们标题下得很好，三输啊，这是地缘政治的不得不然，一定会注定要三输的。但是感觉好像是个循环。对，那对我们台湾来讲有个意义啦。我们的台积电 TSMC 嘛，晶圆版的巴拿马运河。所以说我们在两强之间选边站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也不要这个重蹈覆辙。哈，这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引荐。对，现在就是巴拿马不满中方，中方不满巴拿马。是的。啊，然后那个美方也不满巴拿马。哈，这是全盘皆输啊！这个礼拜其实 G7 的外长哈，那也在法国巴黎开会。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呢，就代表了美国总统川普跟 G7 的盟友开会啊。这也是 Rubio 从中东发生了战事以来第一次的外访行程。不过呢，这次作为东道主的法国呢，感觉起来不太开心啊，因为法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啊，叫做卡特琳·沃特兰。他在接受欧洲一台跟法国 C News 的访问时，他说：“中东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不是欧洲的。”那他强调呢，法国的立场呢仅限于防御，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求外交途径，因为只有透过外交才能够确保重返和平。他也提到了很多国家都非常的担忧啊，认为找出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当然，法国我们知道它在欧洲呢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哈，是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不过先前也看到川普政府在包括了北约的军费、对等的关税，还有呢格陵兰这些议题啊，跟欧洲多个国家发生了摩擦。所以怎么看现在法国官方公开的在伊朗战事这件事情上面选择跟美国做一些切割哈？而且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影响？除了法国以外，还会有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的态度又如何观察？法国国防部长说什么批评美国，川普会觉得不重要，在乎吗？你觉得不重要？一点不重要。法国政府已经很多年非常不稳定，对不对？那起码法国在欧洲也是一个主要代表啊。新政府又不稳定，那这个部长会做多久都不知道，可能不会做很久。而且下一个总统选举是明年2027年，那说不定国会也提早解散，重新选举。那你觉得法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强烈的表态？当然，法国要为了自身利益或者继续扮演在欧洲不管是外交、国防上的议题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英国脱欧之后，法国自己认为那我们就是欧洲的老大，对不对？不是德国，因为法国永远不会让德国占这个位置，对不对？所以法国自己以为那我们是算是欧盟在外交议题或国防议题带领整个欧洲的。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代理的，对，但是在川普的眼里，或 Rubio 国务卿的眼里说，他们不会听了。你法国批评美国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正在打仗，而且美国已经公开表态，希望希望是应该是不正确，就是我要你帮忙，我要你陪要求，对，没错。那你这样批评，那川普当然会很不高兴，然后一定会有他的很强烈的反应跟批评，当然一定会发生了。所以他这样批评没有用，而且我还是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
美国的你要说法国是美国老盟友，我还是认为美国的老盟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甚至日本，还是会配合美国。那不一定说会派军舰，但是至少会不管是战机或人力等等，或还是会派到中东地区帮忙。不过你看现在包括这个法国的房产，还有包括这几天不是德国总统也出来讲话了吗？不是德国不是总统说的就算，是总统说的就算，是总理以总理为主嘛。对，不过所以相近的他方便讲啊，我说德国总统讲什么，其实真的是不重要。这是不是凸显出美国其实在欧洲的盟友并不支持他们在中东发生的这个所发动的这个军事行动呢？他们是非常不支持，非常是反对，没错，但是已经开始了，对不对？而且已经打了1个月。然后我们不知道还会打多久。那假设还要打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我真的认为这些老盟友了，法国、德国等等，不管是什么形式，还是会帮忙。所以刚刚请教那吴越老师的问题啊，就是在5月14号、15号，这是目前定下来的川普访中行之前，因为我记得你之前也预测过，立场都没有变了。对，只要4月底以前一定会对，就是川普还没上飞机前，不知道随时会取消，真的。对，你认为是，即便第2次都很可能会取消？对啊，因为有太多不确定。取消的话，美国很没面子哎。又一次爽约不是吗？因为对川普来说，这个行程不是要谈什么大局势， okay. 全球的未来、气候变迁都不是，连台湾议题，川普我们知道，川普其实不是很想谈，他唯一的要谈的是川普唯一的要谈的是贸易，而且如果他在北京的时候，中国不愿意公开说，哎，我们同意购买多少美国大豆或波音科技等等的大金额的案件呢？那川普就不去了，真的。你讲到这个重点就在于，在川普的眼中，只有交易这个字。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现在全球都在看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如何从伊朗的战事完全的抽身啊。那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个礼拜在 Truth Social 他发文表示说，根据伊朗政府的要求，特此声明，我正暂停对伊朗能源厂的毁灭计划，往后10天啊，延到什么时候呢？延到美东时间2026年4月6号星期一晚上8点。而且他强调说，谈判还在进行中，尽管假新闻媒体跟其他一些人发表了相反的错误声明，但谈判进展非常良好。我看到这个发文一出了以后呢，在27号这一天啊，国际原油的价格呢开盘就下跌了超过1%，那也逆转了前一天大涨大概5%的这个走势啊。如果我们观察其中哪些地方比较特别之处在于呢，德黑兰当局已经向联合国海事机构表示了，就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荷尔木兹海峡是否要开放的这个问题。他们说呢，伊朗说呢，将会允许非敌对船只通过海峡，包括没有参与或者是没有支持对伊朗的这个侵略行为啊，就是不属于美国或以色列的船只都在这个可以安全通过的范围之列。那另外呢，航运资讯公司劳氏情报这家公司的分析说，伊朗革命卫队呢已经在荷尔木兹海峡建立了事实上的一种收费站体系。他们并且分析说，并不是所有船只都需要直接付费，但已经知道有2艘船付费，而且还是以人民币结算哈。所以也就是说，油价现在是不是真的是左右了川普的政策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关键。确实啊，你可以看到，不管在周末前最新的油价走势图，我们提供给大家，不管是布兰特原油、纽约原油期货，还是杜拜原油的价格哈，大概都在川普发言的前后哈，就是维持在$100左右。但是现在大家会担心的是，万一这个伊朗的局势不断的扩大，原油价格会不会飙涨超过200？所以 Russ 觉得呢，这个油价现在感觉上，川普每次在发言之前，他会很 care 的就是油价的波动。当然，他是非常 care 这个议题。
每次接受联访，记者都会问，对不对？然后有每期政论节目都在讨论，都在批评他。另外过几个月就进入美国夏天啊，很多人会国内旅游，还有选举是7月初，一直攸关未来的通膨走势，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心油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认为他希望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在几个礼拜间，甚至几个月，不要超过5月底了就对了，因为他真的是很关心油价。那当然他也是考虑为什么打仗，就是战争这个目标啊，那目标是伊朗要放弃核武。要放弃远程导弹，那川普也是很关心这2个议题。你觉得这战略目标？他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油价了。对啊，就是本来对外宣称说战略目的其实是要伊朗放弃核武嘛，但是现在转而是最近的关键的焦点都锁在说要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但是只要战争结束，海峡就会开放了。要不然就战争不会结束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安排，比如说伊朗愿意谈条件，或是因为美国用他的军事实力，早晚海峡还是会开放了。你觉得？那开放之后，油价就希望会下降。我认为这是川普的想法，所以对他来说，当然是他在担心油价，但是为了油价的问题，那战争要很快就结束了。最近大家有在分析一件事情啊，就是精神胜利法。就对川普来讲，只要他觉得胜利就胜利了。你觉得他会找哪一个理由或者是台阶，就是达到了战略目的，然后美国就赢了？本来有这个可能，但是不得不说，伊朗还是要给他一些让步，不是因为面子的问题，是一个实质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伊朗没有真正的放弃核武或远程导弹，那之后战争又会开始了。但是伊朗会放弃吗？吴宇老师，照目前的谈法，因为伊朗现在也丢出了5点，不是吗？而且呢，我进一步请教您的是，最近这个德意志银行策略师啊，叫萨奇德瓦，他分析说，这场冲突大家小心啊，有可能会成为侵蚀石油美元主导地位的催化剂，而且催生石油人民币。主要是因为呢，中国大陆是伊朗的长期伙伴，同时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吗？不是现在建立起一个实质的收费机制，而且是用人民币收费的体系哈。当然，这背后的考量有没有可能是说想让中方入局？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北京真的有可能会因为目前用人民币来计价，说建立这个收费机制，而就轻易的去进入到这趟浑水吗？我想大概不容易。我们应该这样来看。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从中国的角度，2025年，它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的进口国是3个国家，排名第1的是俄罗斯，那它早就已经开始用本国货币人民币在做结算了。排名第2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它到从去年的第4季到今年的目前为止，快要第1季，大概1半以上也在用本国货币，就不再用美元来做计价的。那排名第3的当然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从2023、2024年开始允许部分的民间也可以用所谓的人民币来作为石油的购买，那现在也可能进一步的扩大。是，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就是由于第一个，首先，中东地区能源最大的出口国就是中国。第二，中东的国家的主要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能源，慢慢的改变由美元为主导的一部分，慢慢的往着人民币来做结算，那这是一个大概可能是一个趋势。这第一个，我们这样来看。那第二个，那伊朗这样的做法，难道北京就要入局吗？倒也未必啦，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跟伊朗当中，其实所占的这样一个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所结算的比重，其实微不足道。第二个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北京的大战略的大棋盘嘛。这一场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谁是最大赢家？目前来看，应该很清楚的嘛。俄罗斯是最大的赢家。
那这一场选举来讲的话，目前来看除了伊朗之外了哈，谁是最大的输家？大家一定认为美国是最大的输家嘛？特别是他是被以色列这样一个手牵着鼻子走。你去看看美国在什么？美国在联合国总共动用了93次的否决权，其中53次都是为以色列一个国家在投的。对，几乎是被以色列牵着走。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此今年又是属于中阿峰会。中国跟阿拉伯国家峰会在年中，今年中国2个重要的一个所谓国际性的主办赛事嘛，一个活动嘛，一个就是年中的中阿峰会，一个是年底的 APEC 会议嘛。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伊朗当然中国不需要为了什么，不需要为了这样一个伊朗这个问题高度的介入支持伊朗而得罪了阿拉伯国家，更何况从他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在从这一场战争当中看到美国刚好把他最先进的武器跟设备在不断在伊朗当中来实践。也让中国在战争上学习到教训，也收集到相关的参数。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不需要介入太深嘛。是，吴岳老师讲到这边我就是看到最近有一张图表，我觉得他整理的蛮好。他是说呢，中俄对于伊朗为什么现在采取比较是闭上关哈，就是说保持冷静。那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因为海湾贸易远超乎整个海湾的贸易利益远超乎对伊朗的利益哈。那另外呢，就是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阿联的贸易规模远大于伊朗，军事介入的话呢，将会损害能源投资的版图。所以不管怎么样想呢，其实现在保持你说等距也好，或者是说有个距离是好事。可是北京如果想透过伊朗这一次的战事去牵制川普的话，在中东这边有哪些杠杆是还可以操作的呢？这个阿基米德讲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就代表杠杆的重要嘛。那有些中小型国家因为具有战略位置，比如说扼守海峡，还是这个特殊的技术，像晶圆制造，还是因为稀有资源，像稀土，甚至加入什么国际组织联盟，像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而具有杠杆的地位。好比台湾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操作中国一点的杠杆。那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在这次的战争到底有哪些杠杆。第一个当然是军事啦，就伊朗。那伊朗跟中国有所谓军事合作，甚至还有科技能源合作。不过呢，伊朗终究是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地方之霸，它不是一个小弟啊，不太可能当代理人，所以这个杠杆很有限。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吴岳老师讲过的沙特阿拉伯，它跟中国商业经济合作非常繁盛互动非常频繁，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而且刚讲的人民币结算。但问题是沙特阿拉伯很亲美啊，它跟美国有军事合作，还有美军基地啊，所以也是很有限。第三个有人讲说是不是那些侧翼组织，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甚至胡塞青年组织，这个顶多当成侧翼的侧翼啦，就是杠杆的杠杆，由伊朗来协助发动。而且没有全盘掌控能力，也是很薄弱。如果归根究底，反而有杠杆就中国自己的国家形象。第一个，因为它国力提升，那跟这个中东诸国的往来很频繁，那不像美国一样做生意还要传教，传什么教？传民主的教那只乖乖做生意。第二个呢，它也不干涉人家内政。第三个，卖给你的军事武器也不会限制你的使用。所以相形之下呢，反而这个自己的国家形象反而是比较有意义的杠杆。那最后一点来讲我们做个结论啦，中国在中东地区是有杠杆，但是杠杆是只有局部的影响力，并没有全面的控制力。特别是中国也不希望全面失控，那么只能说结果是让美国很烦很忙，然后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资源在这上面而已。是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焦灼状态。好，来快问快答 ，Ross， 你觉得美国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会发动地面战吗？你觉得会还是不会？小规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好，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你，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我们持续来关心在伊朗的最新局势就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白宫跟国防部呢正考虑在未来几天之内派遣至少1万人的战斗部队增援。那如果决定实施的话呢，那就意味着美国正在为地面作战要进攻伊朗的潜在选项严肃的准备当中。Axios 呢这个媒体就报道说呢，
五角大厦正在准备对伊朗进行最后一级的这个军事选项。那比较起这个复杂而且风险高的地面行动，美国可能会选择对于一些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来阻止伊朗取得这些物资。那其他呢，还包括像是先前这个礼拜一直讨论沸沸扬扬的，包括入侵或者封锁伊朗主要石油出口，也就是哈格岛，还有呢，包括像是入侵伊朗的拉拉克岛等等哈。现在当然这个美伊的冲突打到现在呢，特别帮大家准备了一下几个要点啊，包括美国说要停战，那你有15点方案啊，它要点如下。伊朗也反制呢，提出了5大条件，停火目标，美方是希望能够建立谈判的缓冲，所以短期停火1个月。伊朗则是说，要么就永久停战，要么就不用谈了哈。制裁处理方面呢，当然现在呢有谈到能不能暂缓部分的制裁，可是伊朗有提出条件说，除非全面而且永久解除所有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好，另外军事行动特别提到说，美方是要求伊朗要停止袭击美军跟以色列。然后另外呢，伊朗方面则是要求美军呢必须要撤离波斯湾，还有中东地区哦。你光在看双方一来一往的条件，根本就谈不拢哈。经济跟赔偿这个很重要，现在就是要确保美方要确保荷姆兹海峡的自由通行要重新开放。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强调说，国际必须先承认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的主权权利。好，另外呢，像是刚刚提到限制核能发展。那伊朗就强调说，停止干预我们的主权。最后关键立场，这个是重点。美方是希望要谈判，可是伊朗觉得美方现在提出的谈判根本是在欺骗谈不拢。如果现在真的像刚刚上一节我们提到，我请问 Russ 的，考虑到地面行动，可是地面行动一定会免不了人员的伤亡或是一些相关的战损啊。不过你还是认为很有可能是会发动小规模的地面行动。小规模一些联友相关的设施或港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伊朗政府赚钱的机会。因为伊朗一直说，部分的我们的石油我们还是会输出去了。所以他们还是希望可以继续赚进一点钱，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所以如果美国真的要影响到伊朗政府的运作，那就要切断他们赚钱的机会。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包括哈格岛在内，这个最重要的石油枢纽。所以有可能，对啊。但是像很多人质疑，川普会不会像美国20多年前占领喀布尔或巴格达之类的地面行动，可能性真的不大了。可是占领就代表说，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有驻军都在那边啊。部队都得在那边啊。这个也不一定。如果是几个礼拜或几个月，那个还是算很短啊。这个不等同川普想永远继续占领那些地方。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伊朗政府投降接受美国的条件。所以这个不等同美国一定要继续占领这些小岛。好，军事行动难免啊，这是你的观点。那另一方面看到，因为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角色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防长叫做卡兹，他最新宣布，以色列在最近的军事空袭行动当中呢，歼灭了伊朗情报及安全部长叫哈蒂博哈。但是对照伊朗这边官方的通讯社，就是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提出的5项停火方案。其中有一项啊，各位看到了吗？在第一点就是必须立即终止敌方所有侵略性的暗杀行为。另外呢，像是什么呢？确保战争不再重演。然后呢，明确要承诺赔偿损失，战争必须在所有战线同步结束，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承认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行使主权的合法权利。可是，在第一点呢，你就一边谈，怎么一边就把人家的刚刚讲说情报及安全部长哈蒂博给暗杀掉了呢？以色列就把他暗杀掉了。好，所以美方说要谈判，可是却又让以色列去狙杀、暗杀了伊朗军方的高层。那这个停火方案还有意义吗？对，这5点停火方案，照我们来看应该算是一个国际广告或政治宣传啦。就伊朗故意，就像台湾的候选的选举民调一样，故意把它讲得很高哈。伊朗故意抬高 chip， 把它筹码提高，然后再 bargain 整个妥协过程才有办法这个好的谈判，拉高筹码。对，好，那我们来看这5点哈。第一点，必须停止侵略性暗杀行为。
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从来没有承认有暗杀。如果他同意停止暗杀，不是打脸自己承认有暗杀吗？真的。第二点呢，确保战争不再重演。问题是他要签订合约啊，或者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目前完全看不到踪影。第三点呢，必须承诺赔偿战争损失。目前这只有胜的一方才可以要求输的一方来赔偿。目前双方相持不下，而且双方都觉得自己会胜。对，那不可能。第四点也很荒谬，必须要求所有战线同步结束，涵盖所有抵抗组织。问题是像刚刚讲的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啊，那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有胡塞青年组织，那个不是完全可以控制，他们有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呢？对，未必伊朗都完全有办法疏通他们了。那第五点更不可能，必须承认伊朗对荷姆斯海峡有主权啊，这个是全球原有的运输命脉啊。如果让伊朗承认主权，那以后其他国家就不用混了。这5点总结来讲，就是让美国认输，所以是一个国际广告而已哈。那坦白讲了哈，这个是至于谁来提出这个停战停火呢？当然比较可能的就是说由纳坦雅胡把这声音传到川普，不可能习近平嘛，因为论关系还有这个战争发动的原因，都是以色列来提出传达比较可能嘛。你叫那个习近平来传达，不是说不可能，而是排序啊，这 priority 是比较后面。当然，国际媒体有指出一个方向啦，由谁来提出这个停火协议？是阿拉伯国家组织，因为这个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组织，22个国家，7个观察员，合计41亿的人口，可能他比较有这个能力。当然，最后一点我们做个结论啦，这场战争如果没有美国没有赢，就算输了，那伊朗没有输，就算赢了，所以值得我们再看下去。对，大家记得吗？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宣布封锁之后，其实美方一直在大声疾呼说：“中国大陆呢？你在哪里呢？你是不是也应该参与啊？要重新这个来恢复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开放啊？因为呢，就一直强调说，其实中方有很多的石油，就刚刚上次吴越老师讲说，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就是你中国大陆，那你这个时候不做点事情吗？可是你看到中国大陆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跟冷静的一个做法，那但是大家也在问的是，是不是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啊？”来进入这个调停的队伍里面，那因为呢，最近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就是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他26号跟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通话。王毅说，美国跟伊朗都有重启谈判的意愿，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双方重回谈判桌，寻求政治解决的有效途径。那也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表示伊朗的核问题应该透过对话解决，而不应该成为动武的理由，因为他说滥用武力只会带来严重后遗症，战事外溢到威胁整个地区的安全跟稳定。然后我们看到中方在维持他的战略定力哈，可是会不会选择一个接下来要看的是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有可能会出手调停啊？因为刚刚也特别提到，北京不轻易入局的，应该这样来看，北京的立场当然。对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为伊朗跟这些阿拉伯国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对，这第一个。第二个，那这些阿拉伯国家其实跟美国的关系也错综复杂的，你看到来讲话，美国在这阿拉伯国家来当中，中东地区有12个国家都有驻军跟有军事基地，那美军我们先不讲航母上的美军啦。在这12个国家里面，大概驻军大概有将近4万多个美军嘛。这第一个，他遍及12个国家，这是个很错综复杂的。一个比较新的趋势，当然很清楚的。按照美国所提的、伊朗所提，这些都叫假议题的。这假议题都对方不可能接受的嘛。那双方要不要谈？双方在谈嘛。最新的说法是，应该这个国家应该已经确立的。你去看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就已经在昨天。3月28号来讲话，公开3月27号公开的对外宣称，就是在伊斯兰马巴德，对，这是巴基斯坦首都。对，那其实美国跟什么？美国跟伊朗已经在正式在会谈，所以这个不是假设的议题，这是现在在进行式，能不能谈出议题不得而知。第二个，你再看看同一天3月27号，对，王毅也直接打电话跟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来谈，就说。有关于中巴，本来他们就铁哥们嘛，他们叫巴铁嘛。中巴本来就是一个关系友好，中巴面对有关于中东战史里面
他们是用所谓促和止战立场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嘛？对，好，所以北京方面当然也不希望这个事情不断的扩大，因为扩大来讲的话，对于能源的问题，对于食物开局之年来讲的话，这里面来讲都会什么叠加很多不同的变数。对北京方面，不管是在做大国外交，就是美中关系，还是有关于周边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每一个样样都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考验嘛。所以北京的立场上，当然还是希望能够什么？能够所谓促谈，能够促和，能够促谈，能够止战。我相信这个目标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对，也就是间接的希望能够去促成这个美国跟伊朗尽快的能够坐上谈判桌，把这个事情赶快谈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我来关注的是最近刚结束中国大陆两会啊，因为根据 BBC 的最新报道说，在大陆两会召开的前夕，就是2月底这个时候呢，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口气罢免或终止了9名军方代表的资格，其中呢包含了5名上将。那这次也看到在释出给外界看到这个画面啊，就是会议当中这个画面上，除了主席台上面的张生明上将之外，在公开画面当中明确可以辨识出的，就是这些上将呢，只剩下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还有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炎，以及呢退役的像范孝训以及政协委员退役上将李晓光。整个两会的会场上算了一下，上将只剩下6个人，那现役的是剩下4个人，所以在人事布局上面啊，大家也在关注的是要填补这些军委跟政治局的席位，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还是对于北京、对于习近平来说，并不急于这一时？魏老师，您觉得？我想理论上应该在今年秋天会召开5中全会。那我们看到说，政治局委员一定要经过5中全会来选举的。那有关于中央军委副主席也一定要5中全会来选举的，甚至是4名中央军委会的委员也一定是要5中全会来选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可以看说，照理讲今年今年的秋天要召开5中全会，为什么？因为2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第一个，如果他不召开5中全会，面对这些政治局委员，到底张生明能不能升上政治局委员，以及另外军委副主席，以及4个所有的有关于中央军委会的委员，这个缺他是无法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明年2027年来讲的话，对中共来讲有2个重大的历史的意义。一个当然就是明年2027年来讲的话，特别是8月1号，是中共解放军建军100年。那第二个，明年的秋天，中共也即将召开21大。那大家想想，如果建军100年要强调国防军事的现代化，那目前为止40个左右上将的编制，正常的在露脸活动只有4位上将，就是你刚刚说的主管军纪的张生明、国防部部长董军，以及中部战区司令跟东部战区司令这4个人。那这显然不是一个常态，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次两会当中，他并没有去处理人事的问题，是在预期之内。但是在今年秋天应该会召开5中全会，那5中全会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重点会放在有关于包括什么，包括解放军这些，包括中央军委的成员，以及军委副主席，以及政治局委的问题。因为从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从1927年8月1号，就是解放军的他们认为说，共军建军那一年开始，1949年建政开始，很少看到，竟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个解放军代表的。现在张生明也不是。好，张生明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也很少看到解放军被整顿到这么的彻底，因为他不仅整顿上将，一定会涉及到中将跟少将等等的问题，他要做全面性的清查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说，以前很多人喜欢说枪杆子出政权，但是经过这一波的整顿，我不认为说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如今来讲枪杆子出政权是走入历史，但是确实。党是牢牢的指挥枪，不管是习近平再度连任，还是习近平推出新的人，
军人在中共的解放军在有关于政治的高层当中的角色地位是在大幅度下降的。所以就是习近平的军权还是牢牢的抓在手上，当然牢牢掌握，没错。不仅习近平的军权牢牢掌握，就算后习近平时代，可能军方也不太像容易以前的像开发中国家一样，有所谓军事政变跟夺权的可能。因为其实你注意看，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几个国家，我认为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第一个经济腐败嘛，经济衰败。那第二个高层被渗透，第三个军队无法达到掌控嘛，这三个都是血淋淋教训嘛。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能再用传统的什么枪杆子出政权，再来看到现在目前为止中共的党跟中共军方的这样一个运作关系的。对，不能够很单纯的说啊，枪杆子出政权的这个铁律被打破了哈。但刚刚吴越老师有提到一个时间点，今年的秋天五中全会，渴望就会有相关的人士这个方面的安排。好，27号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那是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在会议当中呢，他也强调说，地方党委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纪律方面呢，又提到了要扛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这个礼拜发布了通报就看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副局长周亮在任内落马，他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以及监察的调查。周亮他长期担任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秘书，在纪检系统呢，其实工作非常多年那这个案子也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大陆金融监管跟反贪体系持续在整肃的重要讯号。所以庄老师，这样的彻底打击反腐，因为现在反腐已经成为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代名词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打击反腐对习近平权力的巩固，您怎么看？如同这个我们主持人任贵讲的现在打反贪腐已经从军队到地方政府到金融体系，现在连高等教育都有了。去年北京大学一位年轻的副校长才被拉下马表示说这个贪腐已经到各层面了。当然，这表示这个体制有自我更新的这个功能了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中共不管是对内或对外宣传，从来没有政敌这两个字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嘛？不是打贪腐拔掉了这个周永康这种中央政经系统的这个政敌吗？还有薄熙来这种地方派系的要角吗？甚至还有这个军方的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等人，怎么会没有政敌？因为按照中共的叙事，他会把他们定位成人民的敌人。那所谓的中纪委，我们提到中纪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扮演的是呢啄木鸟角色，要把这蛀虫一只抓出来，不然会亡国灭党。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些口号来推崇这个反贪腐行为，比如说党的自我革命，或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不过我们反过来看尽管中纪委可以扮演白雪球的角色，来吞噬这些试图入侵的人体的像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等等，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一个体制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口号，连我都会背的，什么没有铁帽之王就是没有动不了的人那什么反贪腐没有禁区什么都可以去严查严打。但问题是这是一个组织结构问题。习近平确实很有成绩，拔掉一些贪腐的要角，但是呢，如果你体制结构不改变，后面还是有人会慢慢延伸。此外呢，习大大的这个反贪腐成绩虽然很卓著，也被质疑双标。好比说我们台湾民进党被批评双标一样什么双标呢？他们觉得好像党中央看重的忠诚度比廉洁度更重要。如果他对我忠诚，好像不太廉洁没关系；如果对我不忠诚，那不廉洁一定有关系。我想这个问题必须中共自己来回答，我们无法替他回答，是不是这样子？权力结构其实在这个就是说权力斗争这件事情，在台湾最近好像也是出现了蛮频繁的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个场面就是在台湾美国商会 AmCham Taiwan 他们在26号的晚上举办了2026年的谢年饭。那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元呢，就在出席的时候，他表示说，美方持续支持台湾获取关键防卫能力所付出的努力，那包括了着重在取得具有成本效益的不对称战力，比如说像无人机反舰飞弹还有具备韧性的通讯跟战场感知能力，以及呢整合式防空系飞弹防御系统等等，希望符合台湾军事需求的一些武器。那最近谈到美国其实台北政坛发生了不少事情，这个我要特别来问一下 Russ 因为不管是
最近这个马办发生了人事大地震，还有呢，也说什么是要打击这个郑丽文的亲中路线哈？你觉得背后有美国的影子吗？我常常说，美国从来没有干涉台湾的内政。你不相信吧？我不相信。美国的立场其实是很清楚，已经是很多年，不管是2016年总统大选，2020年、2024年，甚至下一次总统大选，美国是很明显，而且不管是共和党执政、民主党执政，那目前美国的政治立场非常清楚，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对。所以现在在这个美国商会的谢年范Gullion 公开说要通过国防特别预算，那就是很明显他是支持行政院版本，不支持国民党版本或民众党版本。那公开有说不是第一次了。私底下有向民众党、国民党反映，这个大家都知道不是秘密了，所以美国的立场是非常清楚。所以你觉得你的意思是说，民进党的执政对美国现阶段的美国来讲是符合他的利益的，是吧？很明显哦。OK， 然后呢，那也因此在背后不会有其他的动作，这个逻辑说不通嘛？背后会不会有动作？对啊。美国经常有啊，所以你刚刚讲说美国不会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不是自打嘴巴吗？你以为我认真吗？好，那我问你，你觉得美国现在在两岸互动的关系上面，美国的盘算是什么？第一个判断是千万不要发生战争了，所以即使美国是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了，那当然美国希望是两岸不会发生战争，就是不会打起来。当然是希望，对不对？因为这是符合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的。但是同时，美国也不希望美国被认定的亲中政党执政，也不能跟中国大陆走太近。这个很明显，美国的动作也是很明显，所以我才说美国是希望民进党可以继续执政，因为不希望。